Hello， 大家好，我是Alden。今天接着上期视频继续和大家分享通过 SB.sh 客户端来颁发证书。本期视频主要分享的内容是 DNS 的3种模式，分别是手动模式、API 模式以及别名模式。最后还会讲一下泛域名证书的申请、SAN 证书的申请以及混合模式。还没有订阅 DB 分享频道的朋友，记得点一下订阅。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也麻烦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你们。首先来看一下 DNS 手动模式。手动模式是通过手动添加 DNS 解析记录来验证域名，这种方式是无法自动续签证书的，所以我不太推荐大家使用。一般只有在你的域名提供商不支持 API 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但是即使不支持，你也是可以通过将你的域名的内 server 修改为支持 DNS API 的任何域名提供商的内 server， 从而使得你的域名也支持 API 模式。又或者可以使用 DNS 的别名模式也是可以的。我先打开我的 DNS 解析页面，大家打开自己域名的一个 DNS 解析页面就可以了。接下来连接到我的 VPS 服务器，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颁发证书了。同样通过刚刚 issue 命令，然后干地参数指定我们需要颁发证书的域名，然后在后面增加一个杠杠 DNS， 代表我们现在是通过 DNS 的手动模式来颁发证书了。然后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个参数，我新建一个窗口，通过帮助文档查看，这里有一个参数需要增加的，这是强制开启这个 DNS 的手动模式。这里大概意思就是我知道我现在是使用 DNS 的手动模式已经足够了，请继续。也其实就代表其实官方它也不推荐使用这种模式了，因为它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参数来强制它开启这个模式。我们把这个参数拷贝下来，回到这边把它粘贴上面，然后我在后面还需要增加一个参数，我现在想使用这个谷歌的这个 CA 来签发证书，指定杠杠 server， 然后 Google，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签发证书了，回车。可以看到这条命令执行完之后，它会返回一个域名的一个解析记录，还有一个 test 一个值。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值解析到我们的域名里面去。首先我们把这个域名先拷贝下来，回到这个 DNS 解析这个页面，添加一条记录，类型这里选 test， 然后把它粘贴进来。我们再来把这个 test 的值给拷贝下来，然后粘贴到内容这里面，然后保存。添加成功之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控制台。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执行一条命令，使用杠杠6参数，然后杠 D 参数还是重新指定一下我们的域名。然后我们还需要把刚才那个参数拷贝过来。再指定杠杠 server， 然后回车执行。DNS 手动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DNS API 模式。API 模式是通过设置域名提供商的 API， 实现自动添加删除解析记录来实现域名验证的。这种方式是可以自动续签证书的，所以一般情况下用的最多的就是这种模式。
我们先来打开官方的文档，搜索一下 DS API。我们可以从这个页面里面查询得到客户端支持哪一些 DS 提供商的 API。可以看到这个列表非常的长，总共支持了150多家 DS 提供商的 API。我们就可以查一下你自己的域名所在的 DS 提供商是否在这个列表里面了。今天我会通过 Cloudflare 和大家演示，其他 DS 提供商都是一样的，导入一个它对应的 API 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我就通过 Cloudflare 和大家演示。Cloudflare 的配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获取这个全局 API， 然后配合这个邮箱来使用。第二种方式的话，就获取这个 token 以及配合这个众 ID、account ID 来使用。我们一般都是使用第二种方式的，因为第二种方式它的权限力度比较小，上面这种方式的话，它的权限力度比较大。然后我们打开 Cloudflare 的控制台，点击右上角的头像，然后点开 My Profile。打开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击这个 API Tokens，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Global API。如果你使用第一种方式的话，你可以在这里拿到这个 Global API。然后我们现在和大家介绍第二种方式，我们点击 API Tokens 右边这个创建 Tokens， 然后我们选择编辑中的DS 使用这个模板。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选项。第一项就是配置你这个现在当前控制的一个权限，这里就不用管，我们使用的是一个 DS 的一个权限，权限是编辑。然后我们看下面这个众 resource， 这里的话就可以再细分这个权限了。我们可以控制单独包括哪一个特别的一个众，又或者你可以允许控制所有的一个众，也就是控制这个 API 权限的一个力度了。我们这里一般都是选择自己的一个域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块，这里的话就是客户端 IP 的一个过滤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项来控制这个 API token 是哪一些客户端 IP 才可以使用的。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我们终端，把我们的服务器的 IP copy 下来，然后粘贴到这里面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API token 的话就只能这个IP 去使用了。然后看一下最下面这一块，这一块就是 TTL， 也就是你这个 token 的一个有效期。如果你是长期使用的话，你可以不用管这一块。我这里就随便选一个吧。然后 Continue。来到这里的话就会查看一个汇总，然后我们点击创建这个 token。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获取到一个 token 了。然后我们回到文档，把这个命令拷贝下来。然后把这个 API token 拷贝下来，粘贴一下。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获取这个 account ID 以及这个众 ID， 这两个 ID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域名的主页，点开这个 Override， 我们就可以查看得到了。可以看到右下方这里就会有显示这个众 ID 以及 account ID， 我们把它拷贝下来。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环境变量配置的一个参数都准备好了，我们把这个命令拷贝一下，回到我们的终端，然后粘贴执行。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 DS API 模式来签发证书了，甚至我们都不需要手动去添加我们需要签证的一个域名的 DS 解析记录，就可以全自动的完成这个过程。和大家演示一下，同样通过刚刚issue命令，干地参数指定我们需要颁发证书的域名，大家自己填自己的域名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再增加个杠杠 DS， 这里我们需要指定我们 DS 提供商的这个名称，我们可以从文档里面查询得到。因为我当前是使用 Cloudflare， 我就看 Cloudflare 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自己其他的 DS 提供商，就看对应的文档就可以了。Cloudflare 它后面是跟一个 DS-CF 把它拷贝下来，然后我们再在后面增加一个server， 把它临时切换到一个 Google 的一个 CA 去签发证书，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回车。
可以看到它已经添加了一条 test 记录用于验证了，这个过程都是全自动的。已经验证成功了，然后移除 DS 的一个记录，把这个 test 移除掉。OK，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签发成功了。DS API 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 DS 别名模式。别名模式是最复杂的一种模式，它是通过在中间增加一个别名域来验证的。举个例子， A 域名提供商不支持 API，B 域名提供商支持 API， 那么就可以在 A 域名添加一条 DS 记录指向 B 域名，也就是将 B 域名设置为 A 域名的别名。设置完之后就可以通过 B 域名来间接给 A 域名来验证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过程。首先我打开我另外一个域名，这是我博客的那个域名，它目前是托管在 Google Domain 上面的，而且 Google Domain 是无法使用 API 模式的，所以我这个博客的一个主域名的证书也是通过别名模式来签发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个别名的一个记录。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首先你需要在主域名，也就是你想签发证书这个域名上面添加一条记录，下划线开头，然后 SB， 然后横杠 challenge。 如果你添加的是一个主域名而不是二级域名的话，你这样写就够了。它下面这里其实会有个提示，如果你添加的是一个二级域名，你就需要更加二级域名的一个名称。我这里的话就用 ds 杠别名 CNAME 吧。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这个类型这里选择 CNAME， 这里我们需要指向我们需要协助我们签发证书这个别名域，同样是 SB 开头，下划线 SB 开头，然后横杠 challenge。 现在这个域名的话，就是我需要用来协助签发我这个主域名的这个别名域。填完的话，我们先保存。保存成功之后，我们回到我们的控制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别名模式来签发证书了。同样杠杠issue杠第参数指定域名，这里的域名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设置这个别名要保持一致了。我们需要签发的是这个域名，然后我们还需要在后面增加一个参数。我们查看一下文档。这个参数的作用是指定我们的别名域，我们刚才设置的是这个域名，把这个域名拷贝下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设置这个别名域的一个签证的一个方式了。我们是使用 DS 模式，杠杠 DS， 然后指定我们通过是 Cloudflare 去签证的。这里是 DS 杠 CF， 然后我们还可以指定我们的这个 CA 机构，你也可以不指定，使用默认的。我这里的话就用谷歌，然后都填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回车了。可以看到它首先是添加了一个 test 记录到这个别名域里面了。然后验证，
因为这个域名已经指向了上面这个别名了，所以它还是会从这边检查这个是否是匹配的。验证成功之后它会移除掉，然后下载证书，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快速。OK， 到目前为止 DNS 颁发证书的3种模式就和大家演示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DNS 模式有一个优点，上期视频和大家分享的5种验证模式都是需要公网环境的，但是 DNS 模式是不需要公网环境就可以颁发证书的。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泛域名证书的申请，也就是通配符证书。同样是杠杠 issue， 然后我们需要指定2个杠 D 参数，第一个就是填一下我们的主域名，第二个杠 D 参数我们填一下我们通配符的域名，也就是星点开头的。填完这2个之后，我们要指定我们颁发证书的这个方式，这里同样使用 DNS 的 API 模式。然后我们还可以指定我们需要签发证书的机构，你也可以使用默认的。填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车了。OK， 可以看到域名已经申请下来了。我们通过杠杠 list 参数去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通配符的一个域名了。接下来和大家演示一下 SAN 证书的申请，也就是多域名证书。同样是杠杠 issue， 然后杠 D， 我们就随便填2个域名吧。我们这里指定了3个域名，其实我这里都是同一个域名，其实你可以指定不同的域名的。然后我们再指定我们颁发证书的方式，同样是通过 DNS API。我们换一个CH 机构，然后回车。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打印了个多域名，添加了3条记录去验证。已经验证了1个成功了，然后现在是验证第2个域名，成功，然后接着验证第3个域名，3个都已经验证通过了，然后它会移除相关的一些记录，最终的话然后就会下载那个证书。你看这里是移除那个记录，接着就下载这个证书。OK， 已经签发完成了。我们再来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第1条记录的话就是一个
多域名的一个证书，它的主域名的话就是你第一个填的杠 D 参数，后面那2个是放到这个 SAN 里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和大家演示一下通过混合模式来颁发证书，也就是说不同域名是使用了不同的一种验证方式的。我就用 DNS API 模式加 Entrance 模式和大家演示。首先我启动 Entrance， 然后进入到配置目录，拷贝分配置出来，改一下这里的域名，后面的可以删掉，然后保存，检查一下配置。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IP 解析到这个域名上面了。然后拼一下，OK， 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了。同样通过刚刚issue命令，杠 D 参数指定一下域名，我们指定一下刚才的这个域名，然后我们这里的模式使用 Entrance 模式。接下来我们指定第2个域名，这里的话我就随便填一个了。这里其实是可以填不同的域名的，因为我这里就这个域名我就不用其他域名和大家演示了。这里使用 DNS 模式，然后可以指定一下 CA， 也可以不指定。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第1个域名是通过 Entrance 来验证的，第2个域名是通过DNS 的一个 API 模式来验证的。我们回车执行一下。可以看到第1个已经验证成功了，第2个也成功了。接下来就是下载这个证书了。可以看到没有问题，已经成功了。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条记录就是我们刚才申请的证书了，没有问题。OK， 到目前为止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都和大家演示完了，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如果有帮助能不能订阅点赞支持一下呢？非常感谢大家。SME.sh 系列的分享到目前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留言或者加入电报交流群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